我的王爷夫君被人刺杀时，我为他挡了一刀，差点死去。待我养伤归来后，才知道王爷已然登基为帝，却封了我的堂姐为后。妹妹的功劳无人敢忘，从此你便是皇上眼前第一人。从前堂姐就爱玩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把戏，如今做了皇后，也不见一点长进。娘娘，你就算再生气，又怎能当众长国臣妾？堂姐，你不是喜欢演吗？那让你看看我的演技。走开！别碰本宫！救命！大胆！蛇！有蛇！快救驾！大胆落石！你敢算计本宫！娘娘，明明是臣妾救了你，怎么反赖在臣妾的头上？入宫前都搜过身，连根针都藏不住，臣妾如何能把这活物带进来？是啊，新帝刚登基，这宫禁森严的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。除非是这宫里原本就有的。娘娘与其怀疑我，不如查查宫里的人。原来是这个贱婢想要谋害皇后。胡说！本宫身边的人怎么会谋害本宫？如此喧哗，成何体统？阿荣，此生固定不负你。若为此事，天人共戮。参见陛下。阿荣，你回来了。陛下，臣妾回来了。陛下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！皇后失仪，你们还杵在这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扶娘娘下去梳洗！
下的后宫也该整顿整顿。一个小小的宫婢也敢出来作乱，人赃并获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可皇后娘娘揪着我不放，又是何道理？这洛春华真是空有一副娇艳的皮囊，没有脑子。本想让他给阿荣一点下马威，免得他用当年王府的恩情拿缴，却没想到竟然就想出这么个蠢法子。想当年王府被我整治的如同铁桶一般密不透风，下人们都训练有素，令令禁止。他见识过我的手段，自然知道洛春华这点子小把戏不够看的。够了！这个贱婢敢冲撞皇后，拖下去打死，以后再有犯者，严惩不贷。娘娘救我！娘娘救命啊！当年你替洛春华推我入冰湖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太吓人了，臣妾失仪了。连演戏都不肯演全套，萧云恒，你比以前更让人失望。夫人，这朝阳宫没您的住处，陛下没说，奴婢们也不敢擅自做主。不过后面下人房倒还空着一间，请吧。既不给位分，也不分宫殿，这下马威真够直接的。王妃，你是邓喜？你受委屈了。小的不委屈，是您才是真的委屈啊！放心，我不会委屈自己的。我想太后她老人家了，不，如今该称呼太皇太后了。邓喜，带我去看看她。对，王妃还没给太皇太后上炷香呢，小的给您带路，快这边请。从前洛春华进宫探望太后，常在这里抄经礼佛。他虽然不喜欢这里，但碍于礼法，这里的一切被褥和用品倒还算一应俱全。这偏殿一直有人看管，稍微洒扫一下就能歇脚。您这几日舟车劳顿，先在这儿将就着。这里很好。萧云环，你想用下人房来羞辱，逼我低头，可惜你忘了，这宫里还有比你那皇权更重名分的地方。大胆落使，竟敢私自住进寿康宫，真是大不敬！皇后娘娘，您息怒，
夫人说了，谁要是打扰她，就拿小的事问，求您别难为小的。不必硬闯，去把皇上请来，就说骆氏私占太皇太后寝宫，僭越违禁。是。骆氏，寿康宫是太后居所，你怎么这样不懂规矩？昨日还是阿荣，今天就变成了骆氏。萧云环，你果然翻脸比翻书还快。皇祖母去时，臣妾不在身边，已是悔恨不已。今日归来，臣妾只想在他老人家寝殿上炷香，抄写佛经祭典，以尽孝心。你抄了一夜经文？回禀陛下，夫人昨夜在那盏残灯下，可是滴水未进，一宿未眠啊！老奴几次劝夫人歇息，夫人却说她不在皇祖母身边尽孝已是大过，唯有这份心意才能补了她心中的愧疚。这贱人惯会用这副柔弱样子勾引皇上。明成，你今日这般兴师问罪，是不相信我，觉得我鲁莽坏了规矩，还是真的怪我占了这寿康宫？放肆！陛下的名讳，岂是你这等身份能直呼的？我只是太思念皇祖母了。当初临走时，他老人家还拉着我的手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说定要等我回来过元宵节。谁知这一走，竟成了永别。阿荣，难为你了。皇祖母若知，当感念你的一片孝心。臣妾刚才失言，自知坏了礼数。皇后娘娘刚掌后宫，想必事务繁忙，处处都要操心。臣妾实在不想再给娘娘添乱，想请陛下允准，让臣妾在寿康宫为太皇太后抄经100日，既全了臣妾的孝心，也不叫娘娘为难。王爷放心，各府的回礼，臣妾已按等级备齐，绝不会落了您的名声。陛下，臣妾只是觉得这样于理不合。哦，那娘娘给个明示，臣妾当住在哪里？陛下，若是上了寝宫，依礼便得先封位分。可夫人救驾之功颇天，封得低了，恐堵不住天下悠悠众口；封得高了，这后宫……萧云环，你既怕被人诟病薄情寡义，又不甘心现在就给我高位。如此，陛下，不可！这寿康宫是何等尊贵之地，他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庶子，凭什么住在这儿？依臣妾看，他冲撞圣驾，理应打入冷宫反省。打入冷宫？你想让全天下的旧臣都指着朕的脊梁骨，骂朕残害发妻、过河拆桥吗？可他……原以为骆家的女儿都如阿荣般聪慧，没成想这骆相嫡女竟只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。够了，皇后事务繁忙，就先让阿荣在寿康宫偏殿为太皇太后诵经祭典吧。
老奴领旨，定会伺候好夫人诵经祭奠。哼。哟，本宫当是谁在这煞风景？原来是那个没名没分的六王妃啊！娘娘，您现在可是亲封的淑妃，不必这样。淑妃娘娘，别来无恙啊！我没……瞧你这没出息样，怕他干什么？以前你在他之下受尽窝囊，现在你是亲封的淑妃，他却是个没名没分的寄生虫，怎么还怕成这样？有意思。从前的侧妃刚入府时也是存了挑衅的心，处处与我作对，后来被我治得服服帖帖，再不敢出头。今天换了主子，难道他还想咸鱼翻身？娘娘，这没名没分4个字，眼下说还太早了。那只是陛下还没下最后的决断。娘娘焉知陛下以后会不会赐我一个比淑妃更尊贵的高位？高位，骆玉荣。你真当陛下是那等被旧情左右的庸人？再说，哪怕你封了皇贵妃，也越不过本宫这位中宫皇后去。今日你冲撞了本宫以下犯上，本宫要你现在就给本宫跪下磕头赔罪。骆氏，皇后娘娘跟你说话呢，你聋了吗？还不跪下！大胆骆氏，竟敢违抗本宫的口谕！骆玉荣，你也有今天。在王府时你不是挺威风吗？现在还不是要乖乖跪在本宫脚下？姐姐，这可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夫人，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一定是旧伤复发了。快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宣太医！快啊！夫人当年为了救陛下，心口生生挡了一刀，那是九死一生才捡回来的命啊！这才养好归来没多久，一定是刚才下跪牵动了旧伤，伤口裂开了。你胡说！他明明刚跪下，他这分明是……瞧见没？皇后娘娘当众罚跪救命恩人，这要把人给跪死了。新帝最重名声，这下热闹了。邓喜，这出戏唱得好。萧云环即位太急，前朝和内廷都没来得及整顿。凭骆春华的能力，在后宫还不能只手遮天。这里弯弯绕的势力错综复杂，肯定不会让他为所欲为。听说了吗？御花园那位救命恩人快不行了，太医进进出出的，早传遍了，说是皇后娘娘刚回宫就给人下马威，非逼着带伤的人罚跪。朝上那些老臣们正闹着呢，说陛下薄情，纵容新后作践功臣。这要是真出了事儿，陛下这皇位……陛下，臣妾身子太弱，皇后娘娘罚跪便撑不住了。阿荣，朕记得在府邸时，你受了剑伤还能单手纵马，如今只是跪了片刻，便连太医都惊动了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臣妾救下陛下时，从未想过要什么。如今这副残躯，也只盼着能安稳度日，不叫陛下和娘娘厌弃罢了。阿荣，你心里可怨我没有扶你做皇后？阿荣，你我夫妻情深，你以为朕不想立你为后吗？只是朝中局势复杂，朕初登大宝，许多事需养正落相支持。
王爷，小女玉容。二叔说哪里话？玉容端庄，能得此佳人是云环之幸。朕还记得在王府时，你把里里外外打理的滴水不漏，那是朕常想，幸好娶的是你。旁人都夸洛家大小姐如何沉鱼落雁，但在朕眼中，她不及你万分之一。如今大局已定，你迫不及待立了那个待嫁而来的洛春华。阿荣，你最是善解人意，朕立洛春华是权宜之计，迟迟不给你位分，也是不想随随便便封个低位委屈了你。你且再忍忍，一旦朝堂安稳，朕立刻封你为皇贵妃，让你协理后宫，尊荣尽在皇后之下。皇贵妃，协理后宫。明成，你我夫妻一体，历经了那么多生死，我怎能不明白你的难处？只是这一切来得太快，我心头总有些迈不过去的坎儿。不过既然你开口了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和堂姐好好相处的。阿荣，朕就知道，这世上还是你最体贴朕。你且在寿康宫好好养身体，这宫里的风雨，朕会替你挡着。我本不屑那个皇后之位，若你只是变了心，我成全了你和洛窗华也无妨，从此隐居室外，不问纷争。朕还有折子要批，晚些再来看你。可你千不该万不该过河拆桥，在我养病期间几次派人暗杀我，即便是洛春华指使的，你也是始作俑者。既然你不给我活路，也别怪我无情。邓公公，听说今早皇宫外的茶余饭后，全在传皇后娘娘在御花园罚贵夫人的事儿，说的可难听了。咱们这位皇后娘娘本事没几分，捅娄子的速度倒是快。哼，这后宫漏得像个筛子，她压不住夫人，这不赶明儿就把洛府的大夫人请来搬救兵了。洛府大夫人乔氏到。阿荣，我知道你受了罪，心里定是委屈。我和你伯父听了消息，那是心如刀绞呀。原本我们也是不同意的，只是圣命难违，你千万不要迁怒皇后。圣命难违，伯母这话说的倒像是洛家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姐妹都是洛家人。你堂姐既然做了皇后，你哪怕没名没分，将来也终生有靠。阿荣，你要以大局为重啊。大局为重，伯母这4个字倒真是用了许多年。当年堂姐见皇上还是个无权无势的穷王爷，嫌弃的连正眼都不看。那时候大伯母也是这样劝我，以大局为重，替她出嫁的。如今堂姐见皇上登基，便厚着脸皮取代我的位置，夺了我的夫君。大伯母竟然还要我以大局为重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堂姐何时嫌弃过皇上？你如此不知礼数，顶撞长辈，我们洛家的家教何在？难道你爹娘就是这样教你的？技不如人就抬出长辈的架子来压我，看来还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我爹娘岂敢违抗大伯和大伯母？当初我替堂姐出嫁，我爹娘在洛府是什么处境，大伯母最清楚。如今堂姐做了皇后，伯父做了国丈，恐怕我爹娘在洛府连大气都不敢出吧。我养伤这1年，音信全无，连一封家书都没收到过。如今回京半月有余，洛府的大门我进不去，我爹娘的影子我也见不着。大伯母，这洛府的墙是金砖打的吗？阿荣，这话说的就乖昌了。你爹依附大房度日，我们自然要庇护他和你娘。你在宫中一日，我和你伯父自然会照拂他们一日。
只要你好好敬重皇后，你爹娘自然有好日子过。阿荣，听大伯母的话，别再闹了。在这后宫里，离了洛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大伯母真的当我毫无准备就敢回到京城？你拿个破匣子出来作甚？在这佛堂清净地，难不成还要弄什么鬼把戏？大伯母当我为何一定要住在寿康宫中？当年太皇太后疼我，特地给我一道密旨，封在寿康宫中。密旨上说，无论六王爷处于何种境地，我的正式地位都不可动摇。陛下初登皇位，以孝治天下，这是全天下人都盯着的脊梁骨。他若是知道有这道懿旨，大伯母，您说堂姐这个皇后还做不做得成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太皇太后向来睿智，怎么会下这样荒唐的密旨？哦，要不要我打开给大伯母读一读？只是这懿旨一旦宣读，就会公之于众，到时候全天下都会知当今皇后名不正言不顺，到那时候便没有任何余地了。大伯母，您和堂姐可要赌一把？我知道大伯母在怀疑什么，您在想，我既然有这东西，为何当初立后时不说？陛下爱慕堂姐，一心想要立她为后，我虽心有不甘，可却不愿违逆她。若是我强行以此为后，不仅招她厌弃，更怕日后在这深宫里落个晚景凄凉。可你们若是将我逼急了，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，咱们就鱼死网破。你想要什么？我爹娘平安无事。大夫人，您慢走，这寿康宫门槛高，下回可得瞧准了路。瞅什么呢？朝阳宫的人还没看够戏，滚！夫人，洛家二夫人到了。阿荣，阿荣，你瘦了好多，快给娘看看，当初伤到了哪里？娘，我早就好了。这1年多，您和爹还好吗？你放心，你爹大乔也是个官绅，你伯父伯母即便再嚣张，明面上也不敢太为难我们。娘，您听我说，我已和大伯母谈妥，大房二房正式分家。分家？你伯母那吃人不吐骨头的性子，怎么可能肯放手？不仅如此，爹爹很快就会收到文书，外放到灵州任职。您这2日便收拾好细软，随他一起去。京城如今是是非之地，离得越远越好。云州那可是千里之外，阿荣，你到底用了什么法子，竟能让你伯母答应这种要求？是不是你受了什么委屈？娘，您看我现在哪里像是受了委屈的样子？这宫里的局势女儿能应付，只要您和爹平安，女儿就没什么好怕的。时辰差不多了，宫门那边盯得紧，二夫人该出宫了。阿荣，娘知道你有主意，可萧云恒那个人，他在位一日，爹娘这心就揪着一日。你一个人在这虎狼宫里，千万要小心啊！您放心，女儿保证绝不会危及自己的安全。走吧，马车在外面等太久会招人疑心。夫人放心，灵州那边已按您的吩咐打点妥当，都是咱们前底市的旧人。灵州有可靠的人会照拂他们，也让我不必被伯父一家掣住。下去吧。是。洛相已打点好了你爹娘外放灵州的事宜。洛玉贤，那道密制现在可以交出来了吧？大伯母这辈子在后宅算计人心，临了竟指望我当个圣人，您真当我蠢不成？我爹娘还在路上，这京城外的路长着呢，密长在一日，我爹娘就安全一日。现在交出来，
我岂不成了您大房砧板上的鱼肉？骆玉柔，你出尔反尔！我骆家竟养了你这么个卑鄙无耻的白眼狼！您大可放心，只要堂姐安安分分做她的皇后，不来为难我，我自然也不会去为难她。何况陛下刚允了我，要封我做皇贵妃，还要让我协理后宫，这等尊荣，我何必非要去讨她的嫌？你好个骆玉柔！听说了吗？大夫人刚从寿康宫出来，就直奔娘娘这儿了，那脸色难看的像要吃人，早闹开了。娘娘一听那密旨的事儿，连刚端上来的燕窝都砸了，非要请皇上来拿人。朕听说皇祖母给过你一道密旨。皇祖母不曾给过我任何密旨，陛下听谁说的？混账！皇后明明说你亲口承认，有能动摇她后位的懿旨，骆家大夫人更是吓得连夜求见，你还敢在朕面前装疯卖傻？陛下，您且静下心想想，皇祖母怎会做这样的事？她老人家生前最疼您，明知道陛下您最是孝顺，说她真的留下一道叫您左右为难的密令，那您是遵还是不遵？若是遵了，您便要废了钦定的皇后，朝堂动荡；若是不遵，那些不服您的官员便会给您扣上不孝的大帽子。皇祖母一向心疼您，她怎么忍心让您陷入这种不仁不义的境地，让您为难呢？是了，洛春华那个蠢货，他只顾着跟阿荣争长短，却忘了这道密旨一旦成真，朕才是那个最被动的人。他为了私甚，竟想把朕架在火上烤。皇祖母英明，怎么会给你那样的密旨？陛下说的是呢。姐姐，妹妹今日才得空来看您，您可千万别怪罪。这些日子我也是情势所逼，心后那性子您是知道的，嚣张跋扈的紧。妹妹没本事，只能低头做人，您一定要明白妹妹的苦衷啊！瞧你哭成这副样子做什么？咱们在前底相处了这么多年的情分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只要妹妹心里还站在我这一边，我就放心了。眼下皇上刚登基，后宫局势不稳，最要紧的是怎么能不让皇后抓住把柄。只有我的地位稳固了，咱们姐妹其他的事才能徐徐图之。姐姐放心，我这心里一直是向着您的。若非为了在这深宫求生，我断不会去那朝阳宫讨好。想着姐姐暂居在寿康宫里，也没有个小厨房，内务府送来的吃食怕是不合胃口。我特地命人按照姐姐以前在王府最爱吃的口味做了些点心，姐姐若是不嫌弃，就尝尝。妹妹当真是有心了，连我这点喜好都还记得。你我姐妹之间何必如此客气？姐姐慢用，这些点心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平日里陛下为了清静，我们这些没名分的宫妃是不被允许擅入寿康宫的。今日托姐姐的福，妹妹也想去那小佛堂给太皇太后上炷香，尽一份晚辈的心意。姐姐不会不舍得吧？妹妹请便，这寿康宫又不是虎穴神兰，你想去我还能拦着不成？邓喜，你且带着淑妃娘娘过去，那是皇祖母生前最清静的地方，仔细伺候着，别惊了圣驾的念想。老奴领旨，淑妃娘娘，请随老奴来。邓公公止步吧，本宫诵经求佛，最讲究个清净赤诚，不喜旁人近身。可夫人吩咐。怎么？本宫在佛前说几句提喜话，你也要听？退下。夫人，不对劲！一进佛堂，淑妃就把奴才给赶出来了，说是要一个人诵经。她带来的那个宫女死死守住门口，那架势跟防贼似的，奴才根本瞧不见里面在干什么。她能干什么？洛春华在那边等得心急，他不是想找那道密旨，就是想往我这儿放些脏东西。那奴才再去带人盯着，万一他……随他去，既然他想折腾，就让他折腾个够。我倒要看看他能在这清静地翻出什么浪花来。看来这位淑妃娘娘在佛祖面前动静闹得不小。
夫人，您瞧这儿，淑妃把这几本经书都翻乱了，连佛像后的垂幔都落了灰。她这哪是上香，分明是把这儿当成抄家的地界了。淑妃在前邸多年，虽不安分，却不是个蠢人。她在这儿捣鼓了1个时辰，却留下这么多细微的破绽，生怕我瞧不出来她在找东西似的。夫人的意思是，她是故意的。如此明目张胆的翻找，只有一个可能，他在故意吸引我的注意力，而这样做的目的，一定是在遮掩另外一件事。邓喜，你是寿康宫的老人了，是娘娘，比我更熟悉这儿的一砖一瓦，仔细搜，哪怕是一颗沙子不对劲儿，也得给我抠出来。有什么不对吗？味道有些不一样，是硫磺味。虽然淡，但确实是硫磺。淑妃娘娘刚才在佛堂待了那么久，难道就是为了往这香炉里加料？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出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想在这佛堂里变什么戏码。这是什么？这东西是道士炼丹用的引燃之物，混了硫磺、硝石和火油。别看这么点儿，一旦遇火，烧起来威力极大。从前先皇沉迷炼丹，老奴在太后那里见过这些东西。若是夫人一会儿诵经点香，火苗落下去，这佛堂瞬间就会变成火海。他们这是要您的命啊！看来咱们也不能再手软。参见陛下。阿荣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朕听内务仆说，你今日在收拾东西。臣妾知道形势不比从前，想要自请出宫，到皇家寺庙吃斋念佛，祈祷国运。阿荣怎么说这样的话？朕岂是那样无情无义的人？是不是宫里住着不苏信，还是那些奴才作践你？有什么事说出来，朕为你做主。陛下，夫人这几日对着太皇太后的牌位，总是念叨着多余二字，奴才瞧着心里实在不是滋味。从前想争一争，是觉得陛下心中有臣妾，如今臣妾看出陛下的心思都在堂姐身上，若臣妾再抓住不放，会遭陛下厌弃的。臣妾不想多年的情分毁为一旦。也是，这天底下，他最在意的便只有朕的一颗真心。若不是因为爱妻生恨，看不得朕身边有别的女人，他又怎会舍得离开朕？阿荣这话朕不爱听，朕心中一直有阿荣的位置，你怎么能说这种丧气话？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朕虽万般不舍，却也不忍见你在这后宫郁郁寡欢。那待朝堂稳定些，我便下旨让你入皇家寺庙为国祈愿。到底是阿荣的手艺最合朕的心。等过些日子你去了皇家寺庙，朕怕是又要不习惯了。陛下若喜欢，就多用些。臣妾不在身边的日子，陛下要多保重。他知道朕那么多见不得光的秘密，若真让他在眼鼻子底下待着，朕反而更放心。只要她还是那个满心只有朕的傻女人，这宫里便出不了乱子。肚子，朕的肚子！太医死哪儿去了？朕的肚子！陛下若有个闪失，本宫要你们全部陪葬！陛下，这是中毒之象啊！大胆落使，你竟敢谋害皇上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好辩驳的？太医已在典干里验出剧毒，这东西是从你寿康宫搜出来的，你就是想要弑君！陛下，这种毒妇绝不能留，请立刻处死，以儆效尤！陛下，
不是臣妾，臣妾就算有10000个胆子也不敢害您啊！那些点心是淑妃送给臣妾的。胡说八道！淑妃一向安分守己，她怎么会下毒？分明是你这个毒妇为了脱罪，故意栽赃陷害。陛下明鉴，臣妾如今回宫，名为养病，实则无位无分地借住在寿康宫，那里连个小厨房都没有。臣妾一应吃食，均是御膳房按点供给，也只有1日3餐，根本寻不来点心。陛下昨日大驾光临，臣妾唯恐招待不周，又苦于寿康宫冰冷无物，这才想起早见淑妃送来的点心，便想着借花献佛拿来款待陛下。谁能想到里面竟藏着这等祸心？回陛下，这份点心的样式和内里的秘制花香，确实是淑妃娘娘宫中的手艺。陛下，臣妾没有在点心里下毒。那点心虽然是臣妾送去的，可胭脂不是洛氏后来偷偷加进去的，他这是要栽赃陷害。陛下，您且冷静想想，臣妾为何要毒害您？臣妾如今回宫，唯一的倚仗便是您的那点旧情。陛下若有个闪失，对我这个没名没分的人来说有什么好处？我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？况且臣妾孤身一人入宫，身边也只有邓喜一个伺候的。寿康宫里里外外，连打水的粗使丫头都是皇后娘娘的人。皇后娘娘，您说是吧？入宫那天，您可是亲自下令让宫人们把臣妾的随身行李仔细搜了3遍，连臣妾头上的簪子、手上的首饰都没放过。陛下，臣妾在这种地界儿，上哪儿去弄那杀人的毒药？除非是这宫里原本就藏着毒。臣妾更不会毒害陛下，陛下明鉴啊！你自然不会毒害陛下，你自始至终想害的是我。亏我那么相信你，你有什么不满大可以冲着我来，哪怕是想要我的命，我也认了。可你害我就罢了，为何还要殃及陛下？若是陛下今日有个好歹，这江山社稷怎么办？你就是有10000个脑袋，也是万死难辞其咎。不是，我没有。不，你口口声声说没下毒，那这是什么？难道是这点心自己长了毒药不成？这份点心不是臣妾做的。我想起来了，食盒。去寿康宫的路上，是娘娘您身边的宫女自报奋勇帮臣妾提的食盒。那名宫女是您派来盯着臣妾一举一动的，对不对？一定是那个时候你们换了点心。你胡说什么？本宫贵为皇后，怎么可能自降身份做这种下作勾当？淑妃，你毒害陛下已是死罪，现在还敢信口雌黄攀栽本宫？胡说！娘娘，您一边命臣妾去小佛堂在那香炉里做手脚，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烧死骆玉容，一边却又在送去的点心里下了见血封喉的毒。您根本就没打算让臣妾活，您只想泄私愤，却从未把臣妾的生死放在心上。万一骆玉龙吃了点功中毒，死在寿康宫，这谋害皇室的大罪，背锅的人除了我淑妃，还能有谁？陛下明鉴，臣妾冤枉，是皇后娘娘，是皇后娘娘命我去寿康宫探查那道秘旨，也是她命我在佛堂香幽里动手脚的。淑妃，你血口喷人！本宫几时命你做过这些？明明是你要毒害洛氏，东窗事发了，却想栽赃到本宫头上。他的心虚落在萧云恒眼中，变成了给我下毒的证明。住嘴！给洛氏的点心下毒，危害龙体，淑妃嫌疑最大，立刻押下去囚禁宫中，宫里人全部押入慎刑司严刑拷问。陛下，您明明知道，您明明听见了，臣妾冤枉，臣妾冤枉啊！最后，他还是选了护着他的皇后。也是，要是传出去，他亲手选的皇后因为争风吃醋毒害妃嫔，却差点把自己送走，
那他岂不是成了天大的笑话？为了那点可笑的帝王颜面，淑妃只能死。带走！夫人，刚才在朝阳宫，奴才这颗心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。您真是好定力，那银针探下去的时候，奴才生怕出半点皮厚，咱们这寿康宫可就成了断头台了。怕什么？那时和进门时，我就瞧见了，提着他的宫女可是洛春花身边最得力的。既然他想要栽赃，我便送他一份大礼。可是夫人，咱们这儿确实没有毒药啊，那些点心……那点心既不是淑妃做的，更不是洛春华做的，而是我从太皇太后牌位前撤下来的供骨。淑妃想放火烧死我，我便用她的火烧了他们的路。我将这黄色小球碾碎了，均匀地掺在那几块酥油点心里，亲自摆在萧云衡面前。奴才明白了，难怪陛下吃得那么痛快。他听说您要自享求去，心里指不定多乐呵呢。见您劝时，他恨不得能一口气把您送走。自然，这小球确实吃不死人，可里面掺了硫磺和那些炼丹的杂物。是啊，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常人吃了都要闹肚子，更何况萧云衡这样金尊玉贵的人。那点心被我狠狠摔在地上，早就摔得稀烂。淑妃即便觉得不对劲，在这种情势下，她也只能勉强认出那不是她做的手艺，却说不出点心到底哪儿来的。借刀杀人，夫人，您可真是用的炉火纯青。听说了吗？新帝即位，各地藩王入京贺岁，带的随从可都各顶各的精锐。嘘，小声点。皇城表面上热闹，暗地里连只苍蝇飞进来都要查3代。主子，奴才刚打听到，皇上在偏殿又砸了茶盏，各路人马都在暗自戒备。皇城表面上热闹，暗地里却戒备森严。萧云环这是做贼心虚，他当初如何上位的，他那些兄弟们心知肚明。如今新帝即位，他的兄弟们自然要来恭贺，可这贺礼里藏的是糖还是刀，谁说得准？是啊，任何一位藩王手中的实力都有可能威胁到萧云寒的地位，只有我知道这底下的暗流汹涌。那边的老鼠还没走？这2日，寿康宫附近总有鬼鬼祟祟的宫女或内官出现。查清楚是谁的人了吗？这种藏头露尾的手段，除了咱们那位娘娘，还能有谁？是朝阳宫的人。夫人，外头那小鬼守了3日，眼睛都快盯直了。见您这几日以身体不适为由，一直没入小佛堂诵经，朝阳宫那边大约快急死了。他不急，这火怎么烧得旺？我不入佛堂，他准备好的那份大礼就送不出来。如今藩王和家眷都入宫朝贺了，我等的人已经到了，这把火也该烧起来了。邓喜，今日诸位王爷进京是大喜的日子，去把小佛堂打扫干净，本宫要为太皇太后诵经礼佛，祈求国运。是，奴才这就带人去，定把佛堂收拾得妥妥当当，不耽误夫人上香。跑快些，去告诉你的主子，好戏开锣了。陛下，原本今天家宴，臣妾不该说这些扫了您和诸位王爷的兴致，但是不说出来，又恐万一有失，臣妾难辞其咎。皇后娘娘如此郑重，莫非是后宫出了什么大事？
且听娘娘怎么说。昨日钦天监来报，白虎星入驻紫微宫，恐有不祥之人冲撞了国运，轻则宫中会有灾祸，重则……不祥之人是谁？臣妾也不知。不过钦天监预言，今日恐有祸事发生，就是由那不祥之人引起的。臣妾心里害怕，就怕万一……陛下，陛下不好了，寿康宫走水了。寿康宫！哎呀，我堂妹就住在那里。陛下，难道这祸事当真是由她引起的？谁人不知皇后与那位救命恩人不和？这是要把不祥之人的脏水连带着这场火一起泼在那位洛夫人身上啊！皇后，今日什么场合你不知道吗？陛下，快去救救我堂妹吧！虽然她鲁莽不敬，但无论如何，她都是臣妾的血肉至亲啊！堂姐不必担心，玉容平安无事。臣妾骆玉容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娘娘。你怎么可能在这里？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寿康宫吗？陛下，驸马，不好了！寿康宫的火势太猛，大长公主被困在里面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公主方才还好好的，为何会去寿康宫？快带人去救公主！骆玉容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臣妾不知啊！一大早，大长公主入宫就将臣妾赶出了寿康宫，说臣妾不配住在太皇后寝宫。陛下，大长公主为了大齐社稷，可谓是操碎了心。可现在，她竟在您的眼皮子底下被大火围困。方才皇后娘娘口口声声说，今日火起是因为有不祥之人影响国运。怎么，在陛下和娘娘眼中，那个帮您扶稳江山的姑母，如今竟成了您口中的不祥之人了吗？驸马，你喝醉了，那是朕的亲姑母。亲姑母，我看您这是瞧着局势稳啊，嫌弃公主碍眼，要过河拆桥了吧？洛春华，你干的好事！你没死，你究竟耍了什么手段？这一切难道都是你算好的？堂姐说笑了，火是天灾，预言是您的钦天监报的，臣妾不过是一介弱智女流，哪有什么手段？陛下，大长公主重伤，现在生死未卜，伤势要紧啊！这些从废墟里翻出来的无关紧要的东西，咱们以后再看吧。求您了，先让人收起来。皇后娘娘这话差了，皇祖母寝宫里居然藏着父皇留下的东西，还炸到了御前。这若是惊扰了父皇的在天之灵，谁能担当得起？陛下，臣弟十分好奇，父皇如此慎重封囤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是啊，陛下，咱们兄弟今日难得齐聚，父皇的东西偏偏在今日现世，未尝不是天意呀。难道陛下对此物有所避讳，才不敢当着众兄弟的面打开？既是天意，开匣！这竟是父皇留下的密旨！放肆！给朕拿回来！那是朕的家事。父皇有旨，朕察觉六王萧云环图谋不轨，意图篡位，本念父子一场不忍揭穿。若其安分守己，此旨永不命世；若其贼心不死，萧云环若觊觎帝位，则昭告天下，其人忤逆先帝，背逆社稷，永世不得为帝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无怪。本王就觉得蹊跷，父皇病重时，一直是大长公主在御前独揽大权，随后才传出那份立萧云环为储的圣旨。是啊，这密旨藏在太皇太后的寝宫佛龛下，这又说明了什么？先皇驾崩没多久，一直康健的太皇太后突然就悲伤过度病驾了。原以为是祖孙情深，现在看来，分明是他老人家替先皇保存密旨，却被萧云环察觉，才遭了杀人灭口啊！还给我！那是假的！
全是你们编造的陷阱！胡说，都是胡说！这份命中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，给朕毁了他！他是假的！别杀我，不关我的事！陛下救命啊！大胆！你们敢谋反？御林军何在？御林军快给朕护驾！陛下，您看清楚了，这宫里的人可不一定都听您的。你们早就勾结好了！夫人，奴才刚打听到，大长公主伤得极重，此时还在昏迷。禁军统领原是大长公主的人，如今主子生死不明，他们乱成了一锅地粥，根本没人管这位陛下了。六哥，原来是你谋权篡位，若不是今天这场大火，真相永远不能大白天下。看来是父皇和皇祖母在天之灵，无法再容下你了。是你，都是你这个贱人！是你为了害阿荣才放的火。若不是你自作聪明，父皇的密旨怎会现世？朕的江山全毁在你手里了！罗玉荣，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你竟敢设计害我！是我设计害你，还是你自作自受？是你得意忘形，以为登上帝位就高枕无忧了，将从前行事的那份谨慎小心都抛在了脑后。但你也太狠毒了！只因为我立了春发为后，没有立你，你便要置我于死地，毁了我这大好江山！你以为我稀罕做你的皇后吗？我不屑与背信弃义之人为伍。说你只是变了心，我也就罢了。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屡次在我养病期间派人暗杀我。萧云恒，我若不反击，死的就是我自己。我没有。皇嫂，朕这一路走来，多亏了你的惊天之计。如今虽然萧云恒倒了，可朕这地位同样不稳。朝堂里那些老狐狸，个个都盯着朕。隐居起来，岂不可惜？为何不留下来助朕一臂之力？只要你点头，这协理后宫之权，甚至前朝的谋士之位，朕都能给你。陛下，臣妾知道您志在天下，可我早已没了那份心思。替萧云恒挡那一刀时，我已经死过一次了。那一刀不仅穿透了身体，断绝了我对权力地位的所有欲望。如今，我再也不愿为任何人卖命。我如今只想守着父母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那些明争暗斗、步步惊心，留给有志之士吧。好吧，就依皇嫂不洛夫人的意思，朕能得这江山，全赖夫人筹谋。朕不是言而无信之人。